当然了，我们现在说，所有的生产设备，一切的机器之间可以相互说话了，它们之间也可以跟工厂的管理系统说话了。这个叫不叫智能化生产呢？这还不叫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生产中间最根本性的，或者叫最有颠覆性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要获得发言权，要参与对话，而且在对话过程中，它要起到领导说话的分量。这个东西怎么来理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德国的一个工业4.0的概念性的工厂里面，它是一个比如说生产肥皂液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怎么来进行批量生产，或者小批量生产，或者个性化生产？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生产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上面会有3个容器，这个容器分别放着红、黄、蓝3种颜色的肥皂液，然后有控制器，一些软管伸到这个生产线上。这个时候生产线上跑过来是一些塑料的空瓶，当这个空瓶跑到这个最后这个软管底下的时候，这个空瓶上有一个重要的装置，或者叫一个储存信息的芯片，这个叫射频技术的芯片 RFID。这个芯片上储存着什么信息呢？就是我是谁定制的，我的客户我叫什么，对吧？我现在需要粉红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我的地址，我需要我的标签上打什么名称。好，假如我们设想一下，这是宏观粉丝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肥皂液，粉红色的肥皂液，上面标签上要打着宏观粉丝专用。这个过程怎么来实现呢？在这个塑料瓶走到这个软管之下的时候，它会把这些信息通过无线方式发送给这个控制器。控制器看，你要粉红颜色，那么它就能够精确算出来中间多少是红，多少是黄，多少是蓝，3种颜色根据这个控制器发下来的指令进行精确的控制，最后这个瓶子就变成红色的肥皂液了。然后标签怎么打？这个标签打宏观粉丝专用。好，这也是芯片告诉机器的，机器打出这个标签贴上，瓶盖用什么颜色都是定制的。最后呢，出厂的时候进入物流，进入仓库，往哪儿运呢？芯片又告诉物流系统，我现在请把我发送到比如说北京某条街道某个住所。好，这是一个什么过程？这好比是宏观的粉丝亲自站到生产线上，指挥生产线为他定制一件商品。我们来注意，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从前我们是设定好工业生产参数之后，大量的批量生产也就是这个生产流程决定客户需求。而现在智能制造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就是让客户让消费者的需求反过来决定生产流程。也就是1万件这种塑料瓶里面的肥皂液生产，每1万件中间的每一件都可以是个性化的，而你完全不用改生产线，完全不用做任何参数的调整。这在现代传统工业的流水线里面是不可能想象，也不可能实现。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客户的信息直接植入了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革命，这是工业革命4.0或者叫智能化生产第一个境界中间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当然有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很智能化了呢？这个境界还比较 low 这就是我们要涉及到第2个境界。第2个境界就是智能制造业的服务化。我们一般人想到制造业就想制造业无非是制造产品呗，制造产品跟服务业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现在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的这种新型的制造业或者是智能化制造业正在朝服务业方面转化。你比如说吧，通用电气是一家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这么一家工厂这样一家企业。那么实际上它的飞机发动机中间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安装上了传感器。那么这种传感器在飞机发动机运作的过程之中，不断的把飞行状态的数据传到这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云平台。而通用在全世界各地设有很多数据中心，专门接收航空公司买的这种飞机在飞行状态下的所有的运动参数。它根据大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某一家航空公司，你们的某一架飞机上的发动机现在需要维护和检修了，你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检修了，或者它可能会出问题，这叫预防性维护。
那么用这样的理念，其实通用不仅是在卖飞机发动机，它卖的是一个飞机发动机维护的一个大数据的服务。这个市场有多大？他们创造了上百亿美元的市场。所以我们看到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意识，或者这样的一个制造业转型，它实际上是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服务业。这就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话题了。我们都说飞机失联，飞机能失联吗？不可能。飞机发动机上的每一个传感器的信号都会实时的传到通用的大数据中心。如果我们追踪去分析大数据中心，我们可以知道天上所有的飞机的它的位置，还有包括它所有运行的实时数据，这些都是被累积被存储的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去找失联的飞机，那应该去查查这个数据平台那个里头应该包含着真正有效的信息。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种服务叫什么呢？叫产品的销售之后的这种服务。还有一种服务叫生产性本身的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我讲到了，通过完成智能化的生产，这样第一步这个过程实现了革命之后，这个企业会转型转型成一个智能性的工厂。它的工厂之内所有的东西这个设备、控制元器件、检测元器件，包括所有生产线，全部都实现了数据联通，都可以互相对话。这就导致了这个工厂可以非常准确的实时知道，我在下午1点30或者在半夜2点40，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全厂的机械全厂的这种生产设备，我的负载率是多少？我是不是还有30%的剩余处在闲置状态？比如说这种生产力的剩余，能不能被利用起来？这个第二境界重点解决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个概念叫云计算，云计算就是计算机集群把自己的运算能力进行这个销售。而我称智能化的第二个阶段叫什么呢？第二种境界叫云生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有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机床厂，这个机床厂有500台高精度的这种数控机床，但它不是随时都满负荷状态。现在这个工厂一旦完成智能化改造之后，所有的机床之间可以相互连接，那么总厂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天在什么时刻有多少台机器是被闲置。比如说半夜3点钟，整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负载是很低的，这个时候这家工厂其实是可以出卖，向整个社会出售它的生产加工能力的。怎么来做呢？当然了，除了物联网联通之后，这家工厂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服务的互联网。你要对外界提供你这种服务。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这家机床厂在沈阳，那么广州的某个客户急需加工一批，比如说1000个零件，对吧？他自己手上又没有这种高精度的车床，他也投不起这个钱，建工厂来不及，怎么办？他一发现这个原来沈阳的某家机床厂能够提供这种加工服务，那行，我就在服务互联网上下订单。我告诉他我这批有多少个零件，它的规格、尺寸，包括型号还有精度，这些信息通过服务互联网直接会被写入这家机床厂的每个零部件的这个信息芯片。当这些零部件在穿过流水线的过程之中，到了车床的时候，它会直接跟车床交流，请把我按照什么型号、什么精度来进行加工。当车床完成这个加工之后，这个零件会自动告诉物流单位，请把我发送到广州某个人某个地址上。这个时候第3天、第4天，广州的这个客户他就收到货了，精密加工的这个零件已经寄回来了。注意这就给很多比如说有创业理想的年轻人，但是他没有大规模投资工业基础建设的这种资金不可能拥有他又需要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怎么办？这样的一个思路实际上是会给一些有创意的公司、商业创意和技术创新型这种公司提供一个非常廉价的、非常直接的切入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工业革命的这个 4.0 的第二个境界，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推翻所有工厂它的围墙，把每个工业设备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商，然后让这些设备提供了服务成云生产的这种状态。
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可以按小时收费，就像自来水和电力一样。这种过程可以说是工业4.0中间最具有颠覆性的一种革命理念。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整个社会会发生深刻的转型啊。